Hello， 大家好，我是范儿，我现在在环球骑行的第48个国家哥斯达黎加，在这里我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去岁千般皆如愿，今年万事定称心。回顾2025年，我去了16个国家。1月，我完成了骑行穿越金三角，站在老挝的狼南塔，许下了2025年的新年愿望。2月，我回到了阔别6年的祖国，见到了多年未见的老朋友、老同学，陪父母好好度过了一个完整的春节。过完春节，我去了趟欧洲，在伦敦双塔前合照，乘船游览泰晤士河，在大本钟前为粉丝家人们购买了明信片。而后我去了西班牙，在西班牙皇宫前阴错阳差地遇见了一位芬兰的姑娘，她是一位聋哑人，但是却凭着对生活的热爱，已经行走了30多个国家。在瑞士，我遇见了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他带我逛遍了瑞士首都伯尔尼，带我吃了瑞士的特色小吃，还带我去了我的偶像爱因斯坦家，看了时钟塔，摸到了那张写出相对论的书桌。在希腊，我参观了供奉雅典娜女神的帕特农神庙，切身感受到了2500年前希腊人的精湛工艺，不愧是欧洲文明的起点。因为当年骑自行车穿越巴尔干半岛，自行车在萨拉热窝被偷，最终导致止步于阿尔巴尼亚。这次来希腊，算是了了当初那个遗憾。生活就是这样，我们总会在某个潜移默化的时刻去弥补当初的些许遗憾。尽管物是人非，尽管欲语先流，在马耳他的首都瓦莱塔，我看到了碧蓝的大海和古老的城堡，还买了一块心形的鹅卵石，希望送给路上遇到的有缘人。在萨丁岛，我坐在沙滩上，背着夕阳，望着远方，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这里，像今天一样，一个人，一包瓜子，对着海浪，背着海风，眺望未来。在梵蒂冈教皇门前，我给母亲买了一件新年礼物，漂洋过海寄到了她的手里。在罗马，我完成了此次欧洲之行的心愿，坐在真理之口旁边的教堂中央，若有所思。虽然互相奔赴的爱情在成年人的世界里难能可贵，且略显幼稚可笑，但如果此生没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的情感都汇集到一个女孩身上，又该是多么的遗憾啊！电影的结局和我们大多数人的人生一样，充满美好，却又留下了无尽的遗憾。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只要不停地往前走，相信该遇见的终将遇见，该拥有的终将拥有。旅行的日子每天都是新的体验，我们心里向往的地方和人都是很美好的，但当我们真正到达终点时，怎样才能让心目中那种向往的美好不被现实的落差所完全抹杀，是我们所要思考的。或许唯有人情的温度才能抵消文化语言的不同所带来的隔阂和芥蒂吧。下半年我远渡重洋，继续我环球骑行的目标，踏上新的大洲，抵达美国，开启了新的征程。在洛杉矶，我与80岁的徐叔重逢，受到了老乡王会长的热情接待，带我们接受美国最大华语电台的专访，还带我们逛了唐人街、好莱坞、圣莫尼卡码头等各大景点，一起畅游了美国的第2大城市洛杉矶。而后我和徐叔踏上新的征程，骑行纵穿美洲，穿过美国墨西哥的边境墙，我们来到了世界上最危险的城市蒂华纳。我骑去10公里外的山顶，没有看到毒枭，去红灯区边录视频边逛了一圈，没有遇到所谓的站街纹身大汉，却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咖啡店的姑娘送给我们很多吃的喝的，路上有骑友主动帮忙，我们对蒂华纳的初印象很不错。在墨西哥城，我实地探访了毒窟特皮多的核心街区莫雷洛斯街区，揭开了这个世界上最著名街区的神秘面纱。不幸的是，在距离波利兹边境30公里的地方，徐叔倒下了，我带他紧急就医，连夜护送他回国治疗。原本2个人的旅程，如今忽然变成了1个人。把徐叔送上归国的飞机，我独自一个人望着墨西哥城的夜，孤寂凉薄。但我似乎早已习惯了这种孤凉的落寞和人情的淡薄。风吹过衣裳，没有悲伤和迷茫，唯有脚踏千川万里，无惧风霜的一腔孤勇。调整好情绪，我继续向前骑行，穿过伯利兹和墨西哥的边境，
抵达伯利兹。伯利兹是我骑行了那么多国家，人情体验最有温度的国家。当地人对我热情帮助，每天都有免费露营的地方，还有当地的华人总会在我最困难无助时伸出无私仗义之手。刚到洪都拉斯，就遇见了热心的北京饭店老板，不仅送吃送喝，还帮我免费办到了手机卡。路上借宿露营时，当地的洪都拉斯人把家里最好的房间腾给我免费居住。在入境萨尔瓦多时，边境的签证官听说我是来自于中国，正在骑自行车穿越美洲，直接给我免签180天，免签免检放行。在尼加拉瓜，我每天骑行在青山绿水之间，到处都是马群和牛群。马车、牛车与汽车通行在柏油马路上，构成了一幅现代文明和农业文明交织在一起的完美画卷。入境哥斯达黎加的第一天已经很晚了，我就在边境大门附近搭帐篷过夜。早上一觉醒来，鞋子和包被偷个精光，导致心情非常低落。但是等我一口气骑行了70多公里，在一个山中村落遇见了一户非常友善的人家，他们对我免费包吃包住，还带我去逛了当地最著名的景点太阳峡谷。还是那句话，这个世界那么大，善良的人那么多，相信终有一天，这个世界的美好终将与你环环相扣。再见2025，再见那个追光的少年。希望2026年我仍是那个踏光逆行的少年。山川可念，未来可期，加油，咱们路上见。